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斗士技能升阶顺序的推荐。此攻略的技能升阶顺序是我自己总结的，和常规升阶方式不同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做法是有问题的，请跟随自己的想法，谢谢。我希望可以尽可能把话说得简单，所以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建议大家去看我这一部全职业技能升阶的影片，这样对我下面的话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理解。谢谢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自己应该玩裁决斗、法斗还是混丧斗，那么你可以在我的频道找到对应的影片，所以这期影片我也就不细讲不同流派的区别了。那我先讲讲裁决斗和混丧斗好了。这两个流派都是以秘法为主要输出的，所以毫无疑问，裁决斗优先不朽裁决，混丧斗则优先不朽烈焰气势。在这里我要提示一下，混丧斗的综合能力在4转偏低，但是5转会大幅度增强。策划有意将混丧流作为一个单独的流派，所以喜欢混丧斗的玩家可以放心游玩。如果你运用了我在全职业技能选择攻略中的技巧，那么你会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提升强袭破甲和战术应变的效果要远大于升阶战绩。至于破甲厉害还是战术厉害，很容易测出来。卸掉打一场，再装上打一场就知道了。我自己测出来是2个都重要，但是强袭由于不能为增伤秘法，也就是裁决流和混丧流斗士的主要2个伤害来源技能进行增伤，所以这里我会推荐战术应变。法斗的话会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法斗的伤害来源不在于秘法，而是战绩。你在套用了我的公式以后，你会发现大部分法斗最难做出选择的点，其实就会围绕着这4个技能：流刃火舞、火焰随身、强袭破甲、战术应变。流刃火舞和火焰随身都能够造成总伤害占比50%以上的输出，而且在任何场合都能使用。火焰随身在 PVP 的表现并不差，流刃火舞在拥有灵魂建设的情况下，群伤的表现也很出众。网上很多攻略都会推荐先不朽强袭，再不朽流刃火舞，他们的说法没有错，但我有自己的见解。首先，强袭破甲绝对是增伤效果最明显的，所以毫无疑问优先升阶强袭。但我不推荐把强袭升到不朽，因为如果你打开怪物面板，你会发现神话阶级的强袭已经足够怪物几乎所有的防御了，更别提斗士还有灭却和暗夜帝王的双破甲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怪物和玩家的防御没有高于强袭的破甲数值之前，你对强袭的所有投资的回报都将会是0。虽然大部分人推荐流刃火舞，但我个人更推荐优先把战术应变拉到不朽。原因很简单，斗士的强势点在2转是巫法混搭，3转是物理，4转是火斗，5转又回到风斗和混伤斗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选择升级流刃火舞，你的玩法会被固定在火斗，而你选择战术应变，不仅同时获得了抗伤与输出，你还不会被流派限制住。无论策划未来对哪个流派进行削弱或增强，你都能第一时间享受到红利，或者避免被背刺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5转之后把重心放在战绩上，那么在你抽到5转技能不朽之前，你的主流玩法就只能是火斗。如果你把重心放在全流派通用的秘法上，即使你的风战绩只有奇迹阶级，你也能靠秘法增伤享受到新玩法。所以，如果你决定死磕火斗，那么流刃火舞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如果你同我一样喜欢尝试新玩法，那么不妨试一试战术应变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帮到大家，谢谢。